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，家人们呐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唠叨一个让我这个做红娘的都想翻白眼的相亲故事，真是应了那句话一物降一物，我这马上就要讲的故事，那可真是让我这个从业20多年的老红娘都忍不住想发飙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来了一位小姐姐，那真是标准的白富美，今年32岁，在广州某知名银行当经理。大家别看她年纪是大了点，那保养得跟25、6岁的小姑娘似的。这不，一进门我就被她身上那股气质给惊艳到了。丽姐，我听说你是广州最会牵红线的媒婆，我这不特意从天河区赶过来找你帮忙。小姐姐坐下来就开门见山，我笑呵呵地给她倒了杯茶。妹子，先别急，慢慢说。来，跟丽姐说说你理想中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？谁知道这一问不要紧，这位小姐姐立马掏出了手机备忘录，我定睛一看，好家伙，整整一个清单，从身高、学历、收入、财产、户籍、家庭背景，那是一条一条罗列的明明白白。丽姐，我的要求其实不高，小姐姐轻描淡写地说。首先身高必须1.8米以上，长相嘛不用多帅，但是要干净整洁，气质要好。学历必须是全日制重点大学研究生级以上，年收入税后50万起步，在广州市区要有至少一套100平米以上的学区房，全款。车子最好是50万以上的豪车，我听得嘴角直抽抽，这还叫不高？我的老天爷，可人家还没说完呢。对方家里最好是独生子，父母最好都是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退休的，家庭背景要好，不能有不良嗜好。哦，对了，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最重要的是，结婚之前一定要给足120万的彩礼，这个数字1分都不能少。我当时就惊得差点把手里的茶杯给掉了。妹子啊，你这要求……丽姐，我知道现在物价上涨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求真的不过分。她一脸认真地说，你看我，年薪40万，家里在天河区还有2套房子，我图的就是门当户对，不委屈自己。再说了，现在这个社会，男人要是连这点条件都达不到，那还怎么养家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。这20多年来，我见过的奇葩要求不少，但像他这样的还真是头一回遇到。不过既然是来找我帮忙的，我还是得好好说道说道。妹子啊，你这想法丽姐理解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在广州这个地方，你要求的这些条件，每一条单拎出来都不难，可是要全部满足，那可就真的不容易了。谁知道这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打断了我，丽姐，我就想找个门当户对的，这有什么过分的吗？我宁愿单着，也不要找个配不上我的。这话说的，我这个专业红娘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。可是故事才刚刚开始，接下来的发展那才叫一个精彩呢。家人们，你们说说，这样的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？不过先别急着下定论，因为接下来的剧情那可真是跌宕起伏，让人意想不到啊。既然小姐姐都这么说了，我这个红娘也只好按照她的要求去物色人选。说来也巧，我手里正好有一位条件还不错的男士，今年35岁，在某大型企业当技术总监，年薪确实有5、60万，人也是研究生毕业，看起来倒是挺符合这位小姐姐的要求。妹子，你看这个人怎么样？我这刚好有他的资料，我打开本子，把这位男士的基本情况介绍给他听。小姐姐皱着眉头看了看照片，长得是还可以，不过丽姐，他家里有房子吗？彩礼能出得起120万吗？我苦笑了一下，这个嘛，他在番禺那边是有一套120平的房子，不过是按揭的，还在还贷款，他父母都是普通工人，已经退休了，家里的积蓄嘛，那就算了吧。小姐姐直接打断了我的话，丽姐，你也知道，现在这个社会，男人要是连个全款房都付不起，那以后日子可怎么过？再说了，他父母就是普通工人，那家庭背景也太一般了吧？我这心里那个气啊，可是又不好发作，只好继续耐心劝导，妹子，你要知道，在广州这个地方，像你说的这种条件，那都是凤毛麟角。现在的年轻人，谁不是靠着房贷车贷在奋斗？你非要人家全款买房，还要100多万彩礼，
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？丽姐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小姐姐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我这么优秀的条件，要求这些怎么了？现在的男人要是连这点付出都不愿意，那他的诚意在哪里？我闺蜜前几天刚嫁人，人家老公就给了150万彩礼，这说明人家是真心的啊。我听到这里真是哭笑不得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把彩礼当成衡量男人诚意的标准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那，丽姐，你再帮我留意留意其他的吧。小姐姐看我不说话，又补充道：对了，最好是那种家里有矿的，或者是家里做生意的富二代，反正条件一定要好。我这人生地不熟的，就全靠你了。说完，她还不忘在我这里留下了1万块钱的红包，说是让我多上点心。我拿着这红包，心里直叹气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，还在想着找富二代。而且这彩礼价码一个比一个高，这不是把婚姻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交易吗？那天下午我刚送走这位小姐姐，就又来了一位男士。这位男士一进门我就觉得不太对劲，因为他的表情看起来特别愤怒。丽姐，我今天是专门来吐槽的。这位男士一进门就开始发飙，你们这些媒婆怎么回事？现在的女孩子是不是都被你们惯坏了？动不动就要天价彩礼，把我们这些男人当成什么了？提款机吗？我一听这话就愣住了。这位先生，您先消消气，不知道是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？就是你们广州这边一个做银行经理的女的。她气呼呼地说，前2天我经人介绍认识的，一开口就要120万彩礼。我的天哪，120万啊！她以为她是天仙下凡吗？我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不就是刚才那位小姐姐吗？世界真是太小了。我在互联网大厂当高管，年薪也有70-80万，但是我的钱都是一分一分挣来的，她凭什么要这么多彩礼？而且她自己都30好几的大龄剩女了，居然还敢开这么高的条件。这位男士越说越激动，你知道吗？他还嫌弃我家里的背景不够好，我爸妈都是普通人，他就看不上。他自己家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摆什么架子。现在的女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，整天就想躺赢，想不劳而获。我赶紧给他倒了杯茶，您先别生气，慢慢说。丽姐，我今年37岁，在广州打拼了15年，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积蓄，买了房子买了车，年收入也还不错。但是现在这些女人一个个眼睛都长在天上，把彩礼要价抬得那么高，是想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。她喝了口茶，继续说，你说说120万彩礼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就算我有这个钱，我也不可能给啊，这不是把婚姻变成交易了吗？再说了，结了婚要是过不下去，这彩礼是不是还得还？那我这辈子的积蓄不就打水漂了？说实话，听到这里，我这个红娘也很无奈。这些年，我见证了太多因为彩礼问题而告吹的婚事。有些男方确实是条件不错，但就是给不起天价彩礼；有些女方也是非常优秀，但就是放不下面子，非要高价彩礼。现在的年轻人压力本来就大，房价那么高，还要背着房贷车贷，每个月工资基本都用来还贷款了。你让我们上哪儿去弄这么多彩礼？男士越说越气愤，我看我这辈子是别想结婚了，宁愿打一辈子光棍，也不要受这种气。我听了这话，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我深深理解现在年轻人的难处，但是这个社会风气一时半。丽姐，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？男士喝完茶，语气稍微平和了一些。我们这些男人现在都快被逼疯了。我叹了口气说，其实啊，像你这样的条件，在我这儿都算是非常优秀的了。只不过现在这个社会风气，正说着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拿起来一看，居然是刚才那位小姐姐，丽姐。我刚才回去的路上想了想，要不你把那个技术总监的联系方式给我吧，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考虑一下。这可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我看了看对面正在喝茶的男士，突然灵机一动，那个二位既然都在我这里，不如我当面说和说和。什么？他在你这儿？小姐姐一下子提高了声调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正好在丽姐这里。男士冷笑了一声。不过我劝你还是别考虑了，我这种家庭背景普通，拿不出天价彩礼的男人，配不上你这种天仙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你是那天见面的那个人？
没错，就是我，配不上您的那个穷屌丝。男士的语气更加讽刺了。我今天正好来找丽姐说这事儿呢。你们这些女人真的是把我们男人当成提款机了是吧？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？小姐姐明显生气了。我有我的条件和要求，这有什么错？你要是给不起，就别在这里说风凉话。哈哈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你凭什么要这么多彩礼？就凭你是个银行经理，就凭你家里有2套房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小姐姐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我赶紧打圆场。哎呀，你们俩都别生气。丽姐，不用谈了。男士站起来就要走。我今天就是来跟你说一声，这种天价彩礼的相亲，以后就不用给我介绍了。我宁愿单身一辈子，也不要受这种气。等等，我一把拉住他。你们俩都是很优秀的人，何必为了这些事伤和气呢？不如这样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，说不定有转机呢。电话那头的小姐姐突然说：丽姐，要不我过来一趟吧。这话一出，我和男士都愣住了。这发展还真是出人意料啊。家人们，你们猜猜看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这对欢喜冤家会不会擦出火花来呢？20分钟后，小姐姐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我的工作室。一进门就看到了那位男士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气氛顿时尴尬起来。坐吧。我赶紧招呼小姐姐坐下，既然大家都在这里，不如把话说开。小姐姐抿了抿嘴，我觉得我的要求并不过分。你看现在的房价、物价，养个孩子要花多少钱？我不要点彩礼，将来怎么办？你说的对，这些都需要钱。男士冷笑了一声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钱要从哪里来？我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积蓄，你张口就要100多万彩礼，你让我以后怎么生活？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就该白白嫁给你？小姐姐也来了脾气。谁说要你白白嫁了？男士提高了声调，但是你也得讲点道理啊。彩礼是结婚的诚意，不是卖身契。你把它抬得这么高，把婚姻变成了一场交易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可是小姐姐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。我闺蜜们结婚的时候都收了这么多彩礼，我要是收的少了，多没面子啊。听到这话，我终于忍不住插嘴了。妹子，你这就不对了。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跟别人有什么关系？你要面子，但是有没有想过对方的感受？就是男士接过话茬，你知道我们男人现在有多难吗？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还要应付7大姑8大姨的闲言碎语。你们这些女人就知道跟闺蜜攀比，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。小姐姐突然红了眼圈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你知道我们女人到了这个年纪有多难吗？家里催得紧，社会的眼光也不好。我要是不给自己立个高标准，那些人指不定怎么说我呢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和男士都愣住了。原来在这些苛刻条件的背后，还藏着这么多无奈。其实啊，我缓缓地说，婚姻就是2个人的事。你们都是很优秀的人，何必被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住呢？真心才是最重要的，你们说是不是？男士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，要不这样，彩礼的事咱们可以慢慢商量。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，这钱不是我不愿意给，而是真的给不起那么多。小姐姐抬起头，擦了擦眼泪。其实我也知道我的要求有点过分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先处处看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乐开了花。这不就对了吗？只要放下偏见，敞开心扉，没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家人们，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？这对欢喜冤家现在已经订婚了。彩礼的问题，他们最后也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。这不，前2天还特意来请我喝喜酒呢。说到这里，丽姐想跟大家说，婚姻不是买卖，彩礼不是筹码，真心才是最宝贵的聘礼，懂得珍惜才是最大的智慧。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能放下世俗的枷锁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